春节加班猝死，我穿进了摸鱼时看的那本星际兽事小说。俊美的狼族兽人将军被剥去军装，锁在笼中悬吊起来。为了催他发情，下人拿着迷情剂混合牛奶往他身上浇灌。男人喉咙发出几声压抑的低吼，兽态特征若隐若现。一夜折磨后，皇室长公主命人打断他的双腿，用锁链捆绑四肢，囚禁在侧殿的地下室中。就在他不堪受辱，准备用精神力自爆时，我魂穿成了长公主莉莉亚。看着这样妖冶夺目的狼族将军深受折磨，我放下手中的鞭子，可后来他却用手铐将我困住，撩开我的睡袍，欺身压上。公主殿下，您当年不该对我施以凌辱。初见克莱恩时，他身躯瘦弱，脸色苍白如纸，一袭黑色军装残破不堪，眸色沉沉，显得荒凉寂寥。可银色长发下的面孔却美得惊心动魄，我不由得慌了神。克莱恩见我直勾勾地盯着他勾了勾唇，嘲弄道：“今日公主殿下又准备用什么新手段来玩弄我？”我才想起，如今我的身份是塞西利亚帝国的长公主莉莉亚。这是一本星际兽事言情文，我加班猝死后穿成了长公主，而克莱恩是命运多舛的残疾狼族将军。我因求爱被拒，将凯旋的克莱恩踢入囚笼，我弄断了他的腿，在他精神力紊乱时故意不给予精神梳理，直至身为女主的二公主爱丽丝被女皇接回宫，才将她救出地狱。原书中长公主的结局极致悲惨，克莱恩帮助二公主爱丽丝成为女帝后，将我的精神海彻底摧毁，丢进荒新的奴隶市场，叫来10几个低等兽人凌辱我。最后我不但成为疯子，尸体还被丢入了虫族巢穴中。想到身体原主结局如此悲惨，我不由得蹙了蹙眉。如今恶果已种下，但一切才刚刚开始，并非无法补救。我命人取来银针和药膏，蹲下身抚摸他的腿。只因前世穿越前，我不仅是兽医专业的第1名，还对中医有所涉猎。克莱恩平静地看着我，在我卷起他的军装长裤时，他眼眸里尽是厌恶。他低笑：“我如今这副模样，公主殿下对我还有兴致？”我未作声，也并未像原书中一般凌辱他，而是将药膏一点点涂抹于他腿上的伤痕，轻柔按摩。他的神情微微错愕。公主殿下这是在干什么？我指了指他的腿，我问了皇宫的医生，这腿并非治不好，每日涂抹药膏、针灸、按摩、泡药浴，3个月痊愈。什么针灸？我从没听过。这就是你戏耍的新手段吗？用银针扎入我的皮肉，我差点忘了，这是地球中医的疗法。他肯定不知道，还以为我要害他。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耐心解释，不是戏耍你，这是我从其他星球学来的医疗方法，可以让你好得更快。克莱恩眼中闪过一抹起色，可很快又神色黯淡。呵，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又怎样？如今我的精神海已经崩溃，腿好与不好都是废人一个，何必白费功夫？我垂下头，柔声安慰道：“你有才华有能力，未来必定会成为帝国的利器，怎么能先自暴自弃？”克莱恩发出一声嗤笑，斜眼看了我一眼。在他看来，加害者安慰被自己伤害之人，这行为实在荒诞无比。可能比起我的安慰，他更想掐死我。我没有辩解，只是直视他的眼睛，问道：“你可以躺到床上去吗？”克莱恩唇角勾起一抹嘲弄，神色淡漠地用手臂支撑着自己，艰难的一点点从地上移到地下室的床上去。那床又窄又小，脏兮兮被子上还有零星的血渍。他平躺着。公主殿下要做什么？变快些，我有些累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坐到了床沿之上。克莱恩果真长了一张迷惑众生的脸容，双目如墨，银发如瀑，身上散发着清冷孤傲之气。我将他的军装缓慢脱去，又去解他的裤子。克莱恩闭上双眼，神色自始至终平静如水。会有些疼，你忍忍。我将银针垂直刺入他的足三里穴，同时释放精神力，缓缓探入他的精神海。克莱恩霎时睁开了双眼，神情须臾错愕。他死死盯着我的手。你这是在干什么？显而易见，我柔声道：“为你针灸，精准刺穴而养，辅以精神力引导，每天1个小时即可。你这伤是我造成的，从今天起，我每天为你施针疏导。”克莱恩攥紧了拳，身体僵硬。这便是公主殿下的新招式。他猛然捏住我的手臂，死死盯着我。他被莉莉亚命人打断腿时，都未曾如此慌乱过。克莱恩从来无惧酷刑，可他怕温柔刀，温柔刀乱人心智，夺人性命。我不做解释，只专注于研究他的腿伤。穿越之前，我本就是中医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终生职业道德。看书时，我一直痛惜克莱恩因精神海崩溃而自我厌弃，而后又因残腿自卑，放弃二公主爱丽丝的示爱。爱丽丝转投蛇族兽人洛厄斯的怀抱后，她彻底黑化，逐渐成了残暴的星际海盗头领。明明故事一开始，她以第1名的成绩从星际学院毕业，是新历几百年来最年轻的将军。克莱恩是狼族最俊美的兽人，银发红眸，年仅18岁便成为帝国最年轻的上将，驾驶机甲歼灭虫族母巢，精通星际战术推演，是100年难遇的少年天才。他站在破碎的星舰残骸中，看着双子星的落日余晖。爱丽丝女皇的枪直指他的胸膛。克莱恩无声地笑了，如今的他竟成了世人眼中的屠夫。他不想让心爱的少女为难，握住爱丽丝的手，扣响扳机，鲜血构成了他送给爱丽丝最后的玫瑰。克莱恩的后半生只剩下孤家寡人的悲凉。我曾在心里惋惜的少年，如今坐在床头与我对视，那双猩红的眸子深不见底。万幸，现在只是故事的开始。做完一切，我将他的军装丢给他。
平静地说道：“我对你已失了兴趣。等你腿伤好后，我会向女皇请求恢复你的自由，你可以离开我的宫殿。”我将克莱恩安置在侧殿养伤。富丽堂皇的水晶宫殿从不缺秘闻，宫中立刻有传言，公主殿下已经厌弃了那个狼族将军，美貌少将失了宠，没了公主殿下的青睐，克莱恩人尽可欺。我闻言心神不安，去侧殿探望。他单薄地坐在简陋的书桌前，安静专注地翻阅厚重的军事战略书。他抬眸望向我时，碎发落在了他美艳的脸上，我心跳如鼓。殿下为何会来此处？克莱恩声音有些嘶哑。我缓缓走向他，伸手去触碰他的手背，果不其然，冰块一般寒凉。塞西利亚帝国所在的星球常年被冰雪覆盖，一直处于凛冬之中。为何不开恒温系统？他唇角勾了勾，笑了笑。失去了殿下的宠爱，我不过是他人眼中的弃子。那些事你说，恒温系统的能源很宝贵，不能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克莱恩笑意中带着些狠厉，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才想起原剧情中长公主殿下死得太早，而克莱恩在剧情后半段杀人如麻，睚眦必报，那是踩着众人的尸体，甘心堕入黑暗，为二公主爱丽丝开辟了一条女皇之路。我蹙了蹙眉，俯下身子与她平视。你的伤不能着凉，那些人苛待你，你可以惩治他们。你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向我要。你曾是帝国的英雄，是我宫殿内的贵宾。克莱恩凝视着我，神情似乎有些恍惚。公主殿下，我需要恒温能源，还需要光脑和数据库防火前线。那些侍女苛待你，你准备如何惩戒？克莱恩沉思片刻，清冷嗓音低低沉沉道：“那就让他们挨冻3天吧。”我笑了，这是我所认知的克莱恩。世人皆道黑化后的克莱恩是恶鬼刽子手，可上帝视角的我明白，他不过是信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后面的剧情里，克莱恩做的那些一桩桩一件件恶毒事，也只是为二公主爱丽丝夺权铺路，他从未有一刻存有私心。克莱恩是个傻瓜，溅了自己一手的血，毁了一世的名誉，也只是为了那个初见时对着他笑，救他出泥沼的纯情少女，连死亡也只是怕心爱的少女为难。毕竟星际不会接受无限光明的女皇和肮脏的星际海盗头目厮混在一起。我的心揪着疼，只有爱丽丝才是救赎他的月亮。无论怎么做，在克莱恩的心里，我是毁了他人生的恶毒公主。月色寂寥，极光风暴呼啸，我正在寝宫的床上苦苦思索。3个月快到了，按我前世的治疗经验来说，克莱恩的伤势应该好得七七八八，可他为何至今仍然无法站立行走？难道是我医术不精，或是克莱恩另有隐情？忽然听见有人轻声推开宫殿门，脚步缓缓，我闭眼装睡，却能感觉有人伫立在我床榻边。那人身上有淡淡的中药味，那是由我亲手熬煮调制的草药膏，还有狼族特有的冷杉木香气。是克莱恩，脚步声平稳，全然没有残疾时的一深一浅。他为何深夜入我殿内？腿疾明明已痊愈，又为何装瘸？克莱恩在床沿坐着，凝视了我许久，突然翻身上床。我此时心慌不止，手指紧紧捏着丝绸被子，不知是否应该装作被他惊醒。克莱恩轻轻一挑，我睡袍的系带便跌落到床底，大片裸露的肌肤瞬间暴露在空气中，散发着难以忍受的寒冷。可很快我就不觉得冷了，狼族兽人附上我裸露的肌肤，皮毛带来的热气源源不绝，我的心口猛地燃烧起炙热的火。黑暗中，我终于忍不住睁开了眼。克莱恩，你在干什么？克莱恩的银发在月光下泛着冷光，狼耳竖起，兽瞳微微泛红。他压制住我，亮出利爪的手掐上我的脖子，声音嘶哑：“公主殿下，我们狼族最是记仇，你那天不该对我施以怜悯。”克莱恩的手指收紧，指尖的利爪若隐若现，我能感觉到他掌心传来的灼热温度，还有那股压抑的杀意。克莱恩，放开我！我知道你恨我，但现在的我真的想弥补。他嗤笑一声，银色的长发垂落在我脸侧。弥补？公主殿下，您知道我在地下室的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吗？我闭上眼睛，原身做的那些事，我在书中看得一清二楚。他命人打断他的腿，在他精神海崩溃时，故意不给予梳理。我睁开眼睛直视他，我知道，所以我才要用余生来赎罪。克莱恩，如果你想杀我，现在就动手吧。克莱恩的瞳孔微微收缩，他盯着我看了很久，最终松开了手。他翻身下床，背对着我，声音冰冷：“公主殿下，我不会杀你，因为死亡对你来说太便宜了。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你珍视的一切。”说完，他拖着那条残疾的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我的寝宫。我躺在床上，心脏狂跳不止。刚才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真的要死了。但更让我在意的是，克莱恩的腿明明已经好了，他为什么还要装全？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侧殿。克莱恩正坐在窗边，阳光洒在他银色的长发上，美得像一幅画。听到脚步声，他转过头来，眼神冷淡：“公主殿下今日又有何吩咐？”
我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你的腿已经好了，为什么还要撞瘸？”克莱恩的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僵硬。我不知道殿下在说什么。昨晚你走路的步伐很稳。我盯着他的眼睛，克莱恩，我不是来拆穿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有什么计划，需要继续隐藏实力，我可以帮你。克莱恩沉默了很久。为什么？他终于开口。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要你活下去。我认真的说，原本的你本该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元帅，而不是困在这座宫殿里等死。克莱恩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你在可怜人？不是可怜，我摇头，是欣赏。克莱恩，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军事天才。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们可以合作。合作？克莱恩冷笑，和曾经折磨我的人合作？是的，我伸出手，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克莱恩盯着我的手，许久没有动作。就在我以为他会拒绝时，他缓缓伸出手，握住了我。好，我答应你。女皇设宴为二公主爱丽丝接风的那天，整个皇宫都笼罩在一片喜庆之中。我穿着繁复的宫装，站在水晶宫殿的入口处，远远的我就看到了爱丽丝。她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笑容纯真无邪，像个不谙世事的少女。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在原著中，正是这个看似柔弱的二公主，一步步爬上了女皇的宝座，手段之狠辣，连原身都自愧不如。爱丽丝看到我，立刻小跑过来，惊异地挽住我的手臂。好久不见，我好想你。我也想你，爱丽丝。宴会厅内，各方势力云集。女皇坐在主位上，威严的目光扫过全场。当她看到我时，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显然，她对我最近冷落克莱恩的行为很不满意。莉莉亚，听说你最近对那个狼族将军失去了兴趣。女皇的声音在大厅中回荡。我恭敬地行礼。母皇，克莱恩将军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我不该将他当作玩物。女皇冷哼一声：“你倒是开窍了。”母皇，我听说那位克莱恩将军很厉害，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见见他？我的心一紧。来了，原著中爱丽丝和克莱恩的第一次见面。宴会进行到一半，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杯中的酒液泛着诡异的光泽，我瞬间明白有人下毒了。我强撑着站起身，想要离开宴会厅，却脚下一软，眼看就要摔倒。一只有力的手臂扶住了我。殿下，他那双猩红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意。有人下毒。克莱恩没有多言，直接将我打横抱起。身后传来爱丽丝惊呼的声音：“姐姐！”克莱恩将我带回寝宫，让我躺在床上。别动，我用精神力帮你排毒。下一秒，一股温暖的精神力涌入我的精神海，就像冰冷的湖水中突然注入了温泉。我能感觉到克莱恩的精神力在我体内游走，将那些毒素一点点逼出体外。我也感受到了他精神海中的情绪，愤怒、担忧，还有一丝我无法解读的复杂情感。不知过了多久，毒素终于被清除干净。克莱恩收回精神力，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谢谢你，我虚弱地说。克莱恩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下脚步。公主殿下，小心爱丽丝。第二天我就查出了下毒的人是三皇子派来的。三皇子一直觊觎皇位，而我作为长公主是他最大的威胁。我将证据交给克莱恩，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他？克莱恩看着那些证据，眼中闪过一丝冷意。杀了他。不行，我摇头。三皇子背后有军方势力支持，贸然动手只会引火烧身。那你想怎么做？我勾起唇角，让他自食恶果。接下来的几天，我暗中散布消息，说三皇子勾结虫族，出卖帝国情报。这些消息半真半假，但足以引起女皇的怀疑。果然，不到3天，三皇子就被女皇召去问话。虽然最后查明是诬陷，但他在女皇心中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克莱恩看着这一切，眼神复杂。公主殿下，你比我想象中更有手段。我只是不想再让任何人伤害我在乎的人。我看着他，包括你。克莱恩愣住了。那天之后，他看我的眼神变得更加复杂了。爱丽丝来访的那天，我正在给克莱恩施针，听到侍女通报，我手中的银针微微一顿。让他进来吧。爱丽丝穿着一袭白色长裙走进来，看到半裸着上身的克莱恩时，脸上闪过一丝惊艳。姐姐，这位就是克莱恩将军吗？他的声音甜美。真是英俊啊。克莱恩面无表情地穿上衣服，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爱丽丝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冷淡，反而更加热情。将军，我听说你在边境歼灭了虫族母巢，真是太厉害了。多谢公主夸奖。克莱恩的声音冰冷，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放下银针，微笑着说：“爱丽丝，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哦，我只是想来看看姐姐。爱丽丝眨了眨眼睛。还有，我听说克莱恩将军的精神海受损严重，我刚好学过精神力梳理，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我的心一沉，这就是原著中爱丽丝接近克莱恩的第一步。不必了。
克莱恩冷冷的拒绝。我的精神海只有公主殿下能够梳理。爱丽丝的笑容僵了一下，我心中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欣慰还是别的什么？爱丽丝离开后，我忍不住问克莱恩：“你为什么拒绝他？”克莱恩正在整理衣服，闻言动作一顿：“公主殿下希望我接受她的好意。”不是，我摇头，我只是好奇。克莱恩转过身来，那双猩红的眸子直直地盯着我，因为我只记得是谁伤害过我，也只记得是谁救赎过我。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爱丽丝公主虽然温柔善良，但她看我的眼神和当初您看我的眼神一样。克莱恩的声音很轻，都是在看一件有用的工具。而现在的您不同，他走近我，您看我的眼神里有愧疚，有心疼，还有尊重。我愣住了。公主殿下，我虽然恨您曾经对我做的那些事，但我不得不承认。克莱恩俯下身，在我耳边低语：“现在的您让我无法移开视线。”说完，他直起身，恢复了那副冷淡的表情，仿佛刚才的话只是我的幻觉。我坐在原地，心脏狂跳不止。这个男人，他是在撩我吗？边境传来紧急军报，虫族在3号星球附近集结，疑似要发动小规模入侵。朝堂上，女皇询问谁愿意出征。克莱恩站了出来，臣愿往。满朝文武一片哗然。克莱恩将军，你的腿伤？有大臣提出质疑。克莱恩的声音坚定：“无碍，臣虽腿脚不便，但驾驶机甲不成问题。”女皇沉吟片刻，最终点头：“准。”散朝后，我追上克莱恩：“你疯了吗？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克莱恩看着我：“已经好了。公主殿下，我需要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抓住他的手臂：“克莱恩，你已经足够优秀了。”克莱恩低头看着我抓着他的手，眼神变得柔和：“公主殿下，您在担心我？”我松开手：“我只是不想你出事。”克莱恩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放心，我会活着回来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好像真的开始在乎这个男人了。出征前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突然，我听到窗外传来轻微的动静。我起身走到窗边，看到一只巨大的银色巨狼，那双猩红的眸子在月光下闪烁着幽光。是克莱恩。我推开窗户：“你怎么在这里？”银狼站起身，缓缓走到窗边。他太高大了，头能轻易够到2楼的窗台。克莱恩的声音传来：“睡不着，想来看看你。”我的心一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银狼的毛发柔软的出奇，手感极好。克莱恩舒服地眯起眼睛，发出低低的呜咽声。“克莱恩，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轻声说。那一夜，我就这样坐在窗边，一直摸着他的头，直到天明。临走前，我为他整理军装。那身黑色的军装穿在他身上，衬得他越发英挺。我为他系好最后一颗扣子，抬头看到他正深深地凝视着我。“公主殿下，等我回来。”克莱恩出征后，我每天都会通过光脑关注前线战况。3号星球的战斗比预想中激烈，虫族的数量远超情报显示。我看着光脑上不断跳动的伤亡数字，心脏揪得生疼。“殿下，你已经3天没有好好休息了。”侍女担忧地说。“我睡不着。”我盯着屏幕。克莱恩他还好吗？就在这时，光脑突然响起，是克莱恩发来的通讯请求。我立刻接通，屏幕上出现了他满是疲惫的脸。“公主殿下，克莱恩，你受伤了吗？”我看到他脸上有血迹。“小伤，不碍事。”克莱恩笑了笑：“我只是想看看您。”“傻瓜，我的眼眶有些发热，战场上那么危险，你还分心联系我？”“因为想您了。”克莱恩的声音很轻。“公主殿下，你有没有想我？”我愣住了，这还是那个高冷的狼族将军吗？有，我听到自己说，我每天都在想你。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吗？等我回来，请您不要赶我走。”我的心一颤。“傻瓜，我不会赶你走的。”“那就好。”克莱恩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公主殿下，我该回去了。”通讯挂断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脸颊上满是泪水。半个月后，克莱恩凯旋归来，我不顾礼仪，直接冲到新港迎接。当那艘黑色的星舰缓缓降落时，我的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腔。舱门打开，克莱恩穿着军装走了出来。他看到我的瞬间，眼中闪过惊讶，随即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公主殿下，我回来了。”我冲过去，用力抱住他。克莱恩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轻轻回抱住我。“殿下，欢迎回来。”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周围的人都惊呆了。高贵的长公主居然主动拥抱一个残疾的将军，但我不在乎。克莱恩在我耳边低语：“殿下，我为您带回了战利品。”他松开我，从空间钮中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金盒，那是虫族母皇的金盒，价值连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克莱恩单膝跪地，将金盒举过头顶。“公主殿下，这是我的心意，请您收下。”我接过金盒，扶起他。“克莱恩，你不必行此大礼。”“不。”克莱恩认真地看着我，“您值得我用最高的礼仪对待。”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已经彻底沦陷了。女皇召见我的那天，我就知道不会有好事。“莉莉亚，你最近和那个狼族将军走得太近了。”
女皇坐在高位上，语气严厉：“你要记住，你是帝国的长公主，不能被一个雄性迷惑。母皇，克莱恩不是普通的雄性，我据理力争，他是帝国的功臣。”功臣？女皇冷笑：“他只是一个工具。莉莉娅，你应该利用他为皇室效力，而不是对他动真情。”我的心一沉。母皇的意思是，我要你继续控制他。女皇的眼神冰冷，用你的精神力让他彻底臣服于你。我拒绝，我第一次违抗女皇的命令。克莱恩是人，不是工具。女皇勃然大怒：“放肆！你竟敢违抗我！”是的，我抬起头直视她的眼睛。如果母皇坚持要我这么做，那我宁愿放弃公主的身份。女皇被我的话气得浑身发抖。你给我滚出去！我行了一礼，转身离开。走出大殿时，我的腿都在发软，但我不后悔。克莱恩不该被任何人利用，包括我。那天晚上，克莱恩的精神海又开始不稳定了。我赶到他的房间时，他正痛苦地蜷缩在床上，额头上青筋暴起。我冲过去，将精神力探入他的精神海。他的精神海一片混乱，像是暴风雨中的海洋。我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精神力安抚他。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终于平静下来。他睁开眼睛，看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对不起，殿下，又让您费心了。别说傻话。”我擦了擦额头的汗。“你的精神海为什么又不稳定了？”“可能是战场上消耗太大。”克莱恩低声说。“殿下，我是不是很麻烦？”“不会。”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你永远不会是麻烦。”克莱恩看着我，眼神复杂。突然，他变成了兽态。一只巨大的银狼出现在床上，小心翼翼地趴在我腿边，用毛茸茸的大头蹭了蹭我的手。“殿下，可以摸摸我吗？”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请求。我的心一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银狼舒服地眯起眼睛，尾巴轻轻摇晃着。从那天起，克莱恩每晚都需要我的精神力梳理，而我也渐渐习惯了，每晚睡前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宫中的流言越传越盛，听说长公主被那个狼族将军迷惑了。一个残疾的雄性有什么好的？说不定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这些话传到爱丽丝耳中，她立刻去找了女皇。“母皇，姐姐最近的行为实在太反常了，我怕她被克莱恩将军控制了精神。”女皇本就对我不满，听了这话更是怒火中烧。“来人，去查克莱恩的精神力波动记录。”很快，结果出来了。克莱恩的精神力确实和我的精神力高度契合，匹配度高达 99%。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震惊了。要知道，精神力匹配度超过 80%就已经是天作之合，99%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女皇冷哼，难怪莉莉娅会被迷惑。这么高的匹配度，她的精神海肯定被克莱恩影响了。母皇，不如让姐姐和克莱恩将军分开一段时间。女皇摇头，不行，匹配度这么高，强行分开只会让他们的精神海都崩溃。那怎么办？既然分不开，那就让莉莉娅多找几个雄性，稀释掉克莱恩的影响。爱丽丝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母皇英明。女皇下令让我参加基因匹配大会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给克莱恩施针，手中的银针差点掉在地上。殿下，克莱恩察觉到我的异常。没事。我深吸一口气，克莱恩，女皇要我去参加基因匹配大会。克莱恩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什么时候？他的声音有些颤抖。3天后。克莱恩沉默了很久，突然站起身，跪在我面前。殿下，求您不要去。他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眸子里满是恐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您什么，但是求您不要去。我的心一颤。克莱恩，我不想您和其他雄性匹配。克莱恩的声音带着哭腔。殿下，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我真的做不到眼睁睁看着您和别人。我扶起他，认真地说，克莱恩，我不会和任何人匹配的。可是女皇的命令，我有办法。我握住他的手，相信我。那天晚上，克莱恩变成兽态，守在我的宫殿外，一夜未眠。我透过窗户看着那只巨大的银狼，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克莱恩，你知道吗？我也不想和任何人匹配，因为我的心里已经只有你了。基因匹配大会如期举行，整个帝都的优质雄性几乎都来了，有军方的将领，有贵族的公子，还有各大家族的继承人，他们都想成为长公主的正妇。我坐在高台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那些雄性。公主殿下，请开始匹配。主持人恭敬地说。我伸出手，将精神力释放出来。匹配仪器开始运转，一个个数字跳动着。与莱恩少将的匹配度 35%， 与卡尔公爵的匹配度 42%， 一个个数字报出来，全都低得可怜。台下的雄性们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在这时，克莱恩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黑色军装，银色的长发束在脑后，那张俊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克莱恩将军也要参加匹配吗？有人惊讶地问。克莱恩没有回答，只是走到匹配仪器前。下一秒，仪器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匹配度 99%， 全场一片哗然。克莱恩抬起头，看向高台上的我，单膝跪地，公主殿下，我愿成为您的正夫，请您接受我。我站起身，走下高台，扶起他。克莱恩，我接受。那一刻，我看到他眼中闪过的喜悦和不可置信。
我知道我们的命运将彻底交织在一起。爱丽丝派来的刺客在深夜潜入了我的寝宫，我被一阵杀意惊醒，还没来得及反应，一道银色的身影就扑了过来。殿下小心！克莱恩变成兽态挡在我身前，刺客的能量刃狠狠刺入他的肩膀，鲜血瞬间染红了他银白色的毛发。克莱恩！我惊叫出声。银王发出一声怒吼，一爪拍飞了刺客。侍卫们闻声赶来，将刺客制服。我冲过去抱住受伤的克莱恩，他已经变回人形，脸色苍白如纸。傻瓜，你为什么要挡？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克莱恩虚弱的笑了笑，因为我答应过您，要保护您。可是你会死的，能为您而死是我的荣幸。克莱恩抬起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殿下，别哭，您哭的样子让我心疼。说完，他就昏了过去。我抱着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崩塌。克莱恩，你不能死，你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未来。我守了克莱恩3天3夜。医生说他的伤口感染了虫族的毒素，普通的治疗手段无效，只能靠他自己的精神力对抗。但克莱恩的精神海本就不稳定，这次受伤更是雪上加霜。我不顾一切地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他的精神海。克莱恩，醒来！我在精神链接中呼唤他，你答应过我要活下去的。黑暗的精神海中，我看到了克莱恩的意识，他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受伤的幼兽。殿下，您怎么进来了？他虚弱地抬起头，快出去，这里很危险。我不走，我走过去抱住他。克莱恩，跟我回去。我回不去了。克莱恩苦笑，殿下，我的精神海已经崩溃了，与其变成一只没有理智的野兽，不如就这样死去。不行，我用力抱紧他。克莱恩，你听着，我不允许你死。你还欠我一个承诺，你说过要陪我看遍星海的。克莱恩愣住了。殿下，回来，克莱恩，我需要你。不知过了多久，克雷恩的精神海终于稳定下来，而我因为精神力消耗过度，也昏倒在他身边。醒来时，我看到克莱恩正坐在床边，眼眶通红地看着我。殿下，你醒了。他的声音沙哑。克莱恩，你没事了？我虚弱地问。克莱恩握住我的手，都是您救了我。医生说您为了救我，差点精神海崩溃，只要你没事就好。克莱恩突然跪在床边，额头抵在我的手背上。殿下，我已经无法和您了。我的心一颤，这3天我在昏迷中听到了您的呼唤。克莱恩抬起头，那双猩红的眸子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您为了救我，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海。殿下，您知道吗？那一刻我才明白，您是真的在乎我。我当然在乎你，克莱恩，对不起，是我来晚了。不是我该感谢您。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殿下，我可以一直留在您身边吗？哪怕只是做一个侍卫。傻瓜，我笑了，你是我的正夫，不是侍卫。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随即又暗淡下去。可是我配不上您。谁说的？我坐起身，认真地看着他。克莱恩，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好的。刺杀事件后，我开始暗中调查幕后主使，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爱丽丝，但她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势力——蛇族的洛厄斯。他是星际有名的商人，掌控着帝国1/3的经济命脉。他为什么要帮爱丽丝？我看着调查报告，不解地问克莱恩。因为爱丽丝答应他，如果她成为女皇，就会让蛇族获得更多的特权。克莱恩分析道。洛厄斯野心很大，他想让蛇族成为帝国的实际掌控者，那我们该怎么办？克莱恩沉思片刻，殿下，我们需要更多的盟友。接下来的日子里，克莱恩开始帮我拉拢朝中的大臣。他虽是雄性，但因战功赫赫，在军中威望极高，很多将领都愿意支持他，而我则负责稳住皇室内部的关系。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一对真正的伴侣。有一天，克莱恩处理完政务回来，疲惫地靠在椅子上。我走过去为他按摩肩膀。殿下，您不必如此。克莱恩有些受宠若惊。你为我做了那么多，我为你按摩怎么了？我笑着说。克莱恩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殿下，我在想，如果当初您没有改变，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我已经死在你手里了。我半开玩笑地说。不会的，克莱恩认真地说。就算您还是当初那个样子，我也舍不得杀您。那天晚上，克莱恩主动来找我，他跪在我面前，将一个光脑递给我。殿下，这里面是我当初计划复仇的所有细节。我接过光脑，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计划，如何毁掉我的名誉，如何让我众叛亲离，如何让我生不如死，每一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克莱恩，我知道这些很残忍。克莱恩低着头，但我想让您知道，我曾经有多恨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因为我不想骗您。克莱恩抬起头，眼中满是真诚。殿下，我现在已经不恨您了，但我曾经确实想过要毁掉您。如果您因此不能原谅我也理解。我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克莱恩，你知道吗？我蹲下身与他平视。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为什么？克莱恩不解。因为是我先伤害了你。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往后，我们一起面对未来，好吗？
克莱恩的眼眶红了，他突然抱住我，声音哽咽：“殿下，谢谢您，谢谢您没有抛弃我。”我轻轻拍着他的背，感觉到他身体在微微颤抖。这个杀敌无数的将军，此刻却像个孩子一样脆弱。傻瓜，我怎么会抛弃你？月光如水洒在宫殿的花园里，我和克莱恩并肩坐在长椅上，看着天空中的双子星。克雷恩突然问：“殿下，您知道狼族的求婚仪式吗？”“不知道。狼族的雄性如果想要求婚，需要献上自己的兽核。”克莱恩转过头看着我，兽核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一旦献出，就意味着将生命交给对方。我的心跳加速。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克莱恩站起身，在我面前单膝跪地，他的手中出现了一颗银色的晶核，在月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克莱恩的声音有些颤抖：“公主殿下，我知道我不够优秀，配不上您，但我还是想问，您愿意接受我的兽核吗？”我看着他，看着那颗代表着他生命的兽核。克莱恩，你知道献出兽核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从今往后，我的生命属于您。克莱恩认真地说：“殿下，我愿意成为您的所有物，只要您不赶我走，我愿意做任何事。”我的眼眶湿润了。傻瓜，你不是所有物。我接过兽核，将它贴在心口。克莱恩，你是我的伴侣，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兽核融入我的身体，我能感觉到克莱恩的生命与我相连。克莱恩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抱住我。殿下，谢谢您愿意要我。那一夜，我们完成了精神契约。克莱恩成为我正夫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皇宫都炸了。长公主疯了吗？居然选了一个残疾的雄性做正夫？那个狼族将军有什么好的？听说他精神还不稳定，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了公主殿下。这些流言蜚语传到克莱恩耳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那天晚上，克莱恩突然说：“殿下，要不我们解除契约吧？”“为什么？我不解，我不想连累您。”克莱恩低着头：“因为您在宫中的名声越来越差，如果我离开，您就不会再被人议论了。”我走过去，捧起他的脸：“克莱恩，你听着，我不在乎那些流言，可是我在乎。”克莱恩的眼眶红了：“殿下，我不想成为您的累赘。”“你不是累赘。”我认真地说：“克莱恩，你是我选择的伴侣，无论外界如何评价，我都不会后悔。”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感动。他突然变成了兽态，一只巨大的银狼出现在房间里。银狼趴在我脚边，用毛茸茸的大头蹭着我的腿。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殿下，我真的很没用，我不能给您带来荣耀，反而让您被人嘲笑。”我蹲下身，抱住他的脖子：“傻瓜，你已经给了我最珍贵的东西，你的心。”银狼的尾巴轻轻摇了摇，在我怀里发出满足的呜咽声。女皇震怒了，她将我召到大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训斥我：“莉莉娅，你太让我失望了。”母皇息怒。我恭敬的行礼：“息怒？你让我如何息怒？你身为长公主，本该选择最优秀的雄性做正夫，为皇室增光，可你却选了一个残疾的、精神不稳定的狼族。”母皇，克莱恩不是残疾。我据理力争，他是帝国的功臣，是最年轻的上将。那又如何？女皇冷笑，他现在不过是个废人。莉莉娅，我命令你立刻解除与他的精神契约。我拒绝。满朝文武一片哗然。女皇被我气得浑身发抖。你竟敢违抗我！母皇，精神契约一旦建立，就无法解除，除非其中一方死亡。我平静地说。难道母皇想让我或克莱恩去死吗？既然无法解除，那我就剥夺你的部分权利。从今日起，你不得再参与朝政，好好在宫中反省。我行了一礼：“是母皇。”走出大殿时，我看到克莱恩站在远处，他的脸色苍白，眼中满是愧疚。“殿下，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别说傻话。”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我从不后悔选择你。失去权力后，我的日子反而清闲了许多。”但爱丽丝却趁机拉拢朝中大臣，开始为夺位做准备。“殿下，爱丽丝公主最近很活跃。”克莱恩将调查到的情报递给我。他已经拉拢了3位军方将领和5位贵族。我看着情报，眉头紧皱。他的动作比我想象中快。“殿下，我们也需要加快速度了。”克莱恩说。“我在军中还有一些旧部，他们愿意支持我们。可是母皇剥夺了我的权利，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殿下，您忘了吗？”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您还有我。”接下来的日子里，克莱恩开始频繁出入军营。他虽然残疾，但在军中的威望依然很高，很多将领都愿意听他的。而我则在宫中暗中联络那些对爱丽丝不满的贵族，我们的势力在暗中慢慢壮大。有一天，克莱恩处理完事务回来，累得直接倒在床上。我走过去为他脱下军靴：“殿下，您不必如此。”我按住他：“别动，你累了一天，好好休息。”克莱恩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殿下，我在想，如果没有我，您的日子会不会更轻松？”我捏了捏他的脸：“胡说什么？有你在，我才觉得不孤单。”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放在自己脸上：“殿下，我会努力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选择我是对的。”
短短1个月，我们就拉拢了军方大半的势力，就连女皇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利刃。那天，女皇突然召见我，语气缓和了许多。莉莉娅，看来我小看你了，你和克莱恩配合的不错，多谢母皇夸奖。女皇沉思片刻，既然如此，我恢复你的部分权利，但你要记住，不要让我失望。是，母皇。走出大殿，我立刻去找克莱恩，他正在书房里处理军务，看到我进来，立刻站起身。殿下，母皇找你有何事？他恢复了我的部分权利。我笑着说，克莱恩，我们成功了。克莱恩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他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抱住我。殿下，这都是您的功劳。不是我们的功劳。克莱恩，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些。克莱恩将头埋在我颈间，声音有些哽咽。殿下，谢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心中涌起一股温暖。是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伴侣。那天晚上，克莱恩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我一边批阅奏章，一边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银狼舒服地眯起眼睛，尾巴轻轻摇晃着。殿下，我可以一直这样陪着您吗？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带着一丝小心翼翼。当然可以，不仅是现在，以后也是。银狼的尾巴摇得更欢了。虫族大规模入侵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帝都陷入恐慌。3颗边境星球同时遭到攻击，守军伤亡惨重，虫族的数量是以往的10倍。如果不尽快派兵支援，边境星球将会沦陷。朝堂上，女皇焦急地询问：“谁愿意出征？”满朝文武面面相觑，无人应答。虫族的战斗力极强，这次又是大规模入侵，去了很可能有去无回。就在这时，克莱恩站了出来：“臣愿往。”克莱恩将军。女皇眼睛一亮：“你的伤势已经痊愈。”克莱恩的声音坚定：“臣请求担任统帅，率军出征。”女皇沉吟片刻，最终点头：“准。”克莱恩，朕封你为帝国元帅，全权负责此次战役。谢女皇。散朝后，我追上克莱恩，将他拉到无人的角落。你疯了吗？我压低声音。虫族这次来势汹汹，你去了很危险。殿下，我必须去。克莱恩握住我的手，这是我证明自己的机会。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不，我需要。克莱恩认真地看着我。殿下，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您选择我是对的。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最终叹了口气。那你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答应您。克莱恩俯下身，在我额头上轻轻一吻。殿下，等我回来。出征前夜，克莱恩来到我的寝宫。他穿着崭新的黑色军装，银色的长发束在脑后，整个人英姿勃发。殿下，他单膝跪在我面前。今夜我想留在您身边。我的脸微微发烫。克莱恩，我知道这个请求很冒昧。克莱恩低着头，但我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您。别说傻话。我扶起他，你会平安回来的。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深情。他缓缓俯下身，吻住了我的唇。那一夜，我们完成了最后的标记。当克莱恩的精神力与我的精神海彻底融合时，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殿下，克莱恩抱住我，声音沙哑。我爱您，这是他第一次说出这3个字。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也爱你，克莱恩。克莱恩将我抱得更紧，仿佛要将我融入身体里。殿下，等我回来，我们就举办婚礼，好吗？好，那一夜我们相拥而眠。第二天清晨，克莱恩穿上军装，准备出征。我为他整理衣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别哭，克莱恩轻轻擦去我的泪水。殿下，我会回来的，你一定要回来。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我等你。克莱恩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我站在宫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晨光中。克莱恩，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战场上，克莱恩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术天赋。他指挥机甲军团采用游击战术，一点点蚕食虫族的有生力量。短短半个月就收复了2颗星球，帝都的民众欢呼雀跃，克莱恩的名字再次响彻整个帝国。克莱恩元帅万岁！狼族战神，帝国的守护者。我每天都通过光脑关注战况，看到克莱恩的战绩，心中既骄傲又担忧。骄傲的是我的伴侣如此优秀，担忧的是他每次都冲在最前线，太危险了。有一天，克莱恩突然通过精神链接联系我。殿下，我有话要对您说。什么事？我的心一紧。我可能怀孕了。我愣住了。你说什么？军医检查后发现我怀孕了。克莱恩的声音有些不安。殿下，对不起，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傻瓜，这是好事。我激动地说。克莱恩，我们有孩子了。可是我现在在战场上，这个孩子，你立刻回来。我命令道。克莱恩，战争可以让别人指挥，但你必须回来。不行，殿下。克莱恩拒绝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我不能离开。可是你怀孕了。我知道。克莱恩的声音很坚定，但殿下，我是帝国的元帅，我不能在这个时候退缩。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克莱恩，你这个傻瓜。
克莱恩隐瞒了怀孕的消息，继续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但我通过精神链接能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克莱恩，你必须回来！我每天都在精神链接中劝他。殿下，再等等。克莱恩的声音疲惫，等我打完这一仗就回去。可是战争哪有那么容易结束？虫族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克莱恩每天都要驾驶机甲战斗10几个小时。终于有一天，他在战斗中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元帅，您怎么了？副官惊呼。没事，克莱恩强撑着继续战斗，但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额头上渗出冷汗。战斗结束后，军医强行给他做了检查。元帅，您的身体撑不住了。军医焦急地说，如果再继续战斗，您和孩子都会有危险。克莱恩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窗外的星空，想起了莉莉娅的脸。给公主殿下发通讯，他最终说道。通讯接通后，我看到克莱恩憔悴的脸，心疼的要命。殿下，对不起。克莱恩虚弱地笑了笑。我可能要食言了。什么意思啊？我的心一沉，我的身体撑不住了。克莱恩的声音很轻。军医说，如果我再继续战斗，孩子可能保不住。那你还在等什么？立刻回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可是战争还没结束。我不管，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克莱恩，你给我立刻回来！我不顾女皇的阻拦，亲自驾驶新舰前往战场。当我赶到前线基地时，看到克莱恩正虚弱地靠在椅子上，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殿下，克莱恩看到我，眼中闪过惊讶。您怎么来了？我冲过去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对不起，殿下。克莱恩虚弱地靠在我怀里，我不想让您担心。我现在更担心。我检查他的身体，发现他瘦了一大圈。克莱恩，你怎么能这样折磨自己？因为我想证明我配得上您。克莱恩的声音很轻。殿下，我怕如果我不够强大，您就不要我了。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傻瓜，我要的不是你的战功，是你这个人。我捧起他的脸，认真地说，克莱恩，你和孩子的安全比任何战争都重要。克莱恩的眼眶红了。殿下，现在立刻跟我回去。我不容置疑地说，这是命令。克莱恩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最终点了点头。在回程的新舰上，克莱恩突然握住我的手。殿下，我是不是很没用？为什么这么说？我连孩子都保护不好。克莱恩低着头，如果不是您来接我，我可能会失去这个孩子。殿下，我真的很没用。我将他拥入怀中。克莱恩，你已经做得够好了。回到帝都后，我将克莱恩安置在宫中最好的寝殿。军医每天都来检查他的身体，结论都是一样的，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剧烈运动。克莱恩的孕期反应很严重，他经常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整个人憔悴的不成样子。殿下，我是不是很麻烦？那天克莱恩又吐了一次，虚弱的靠在床上。别说傻话。我端来温水让他漱口。怀孕本来就辛苦，可是克莱恩的眼眶红了。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殿下，我觉得自己像个废物。我的心一疼，坐到床边握住他的手。克莱恩，你在孕育我们的孩子，这是最伟大的事。真的吗？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不安。当然是真的啊。我俯下身，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克莱恩，你永远不是废物。克莱恩紧紧握住我的手，眼泪滑落下来。从那天起，他变得更加依赖我。每天晚上，他都要确认我在身边才能入睡。如果我离开房间超过1个小时，他就会通过精神链接焦急地呼唤我。殿下，您在哪里？殿下，您还要我吗？殿下，您会不会觉得我很烦？每次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都会揪紧。克莱恩，你怎么会烦呢？你是我最珍视的人。克莱恩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皇宫，这在星际兽氏中极为罕见。雄性兽人只有与命定伴侣才可能受孕。听说长公主的正夫怀孕了，天哪，99%的匹配度果然不是假的。那个狼族将军真是好福气，但也有不少恶意的声音。一个雄性怀孕真是丢脸。堂堂元帅现在只能躺在床上养胎，真是废物。这些话传到克莱恩耳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殿下，我是不是给您丢脸了？为什么这么说？外面都在说我是个废物，说我靠肚子上位，说我配不上您。我的怒火瞬间燃起。是谁说的？殿下，别生气。克莱恩握住我的手。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现在确实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床上，像个累赘一样。克莱恩，你听着。我捧起他的脸，认真地说，你不是累赘，你是我的伴侣，是我孩子的父亲。那些说闲话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第二天，我就下令严惩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整个皇宫都知道了，谁敢说克莱恩的坏话，就是在挑衅长公主。克莱恩知道后，眼眶红了，他变成兽态，小心翼翼地趴在我腿边，用毛茸茸的大头碰着我的手。殿下，谢谢您一直保护我。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带着浓浓的感动。我摸着他的头，心中涌起一股温暖。克莱恩，我会永远保护你。
随着孕期的推进，克莱恩变得越来越敏感，他的情绪起伏很大，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哭。殿下，您今天是不是不爱我了？为什么这么说？您今天只摸了我3次头。克莱恩委屈地说，平时都是5次的。我哭笑不得，那我现在多摸2次。克莱恩立刻变成兽态，把毛茸茸的大脑袋凑过来。我摸了2次，他还不满足，尾巴一甩，把我的手又按回他头上。殿下，再摸1次，不是已经够5次了吗？可是我现在想要6次。克莱恩的声音带着撒娇的意味，我无奈地笑了，继续摸他的头。银狼舒服地眯起眼睛，尾巴摇得飞快。除了情绪敏感，克莱恩的精神力也变得不稳定。每天晚上，他都需要我的精神力梳理才能入睡。殿下，我是不是很麻烦？他每次都会这样问。不会，我每次都会这样回答。可是我每天都要占用您的时间。克莱恩，陪伴你不是占用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克莱恩听到这话，眼眶又红了，他紧紧抱住我，声音哽咽。殿下，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您。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心中涌起一股柔软。克莱恩，我才是那个幸运的人。女皇得知克莱恩怀孕后，态度软化了不少。她甚至亲自来探望，还带来了许多珍贵的补品。莉莉娅，好好照顾克莱恩。女皇难得温和地说，这个孩子对皇室很重要。是，母皇。女皇离开后，爱丽丝却加快了夺位的步伐。她公开在朝堂上指责我，姐姐，您让帝国最强的战力躺在床上养胎，这是对帝国的不负责任。爱丽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冷冷地看着她。我的意思很明确，克莱恩元帅应该回到战场，而不是躲在宫中当一个孕妇。他故意在孕妇2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引来朝臣们的窃笑。我的怒火瞬间燃起。爱丽丝，你再说一遍。爱丽丝一脸无辜，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姐姐，您不会因为私情就置帝国安危于不顾吧？够了！女皇怒喝一声，爱丽丝，退下！爱丽丝不甘地退下，但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回到宫中，我看到克莱恩正坐在窗边发呆，在想什么？我走过去，殿下，爱丽丝说的也许是对的，我不该躲在宫中，我应该回到战场。你疯了吗？你现在怀着孕，怎么能上战场？可是帝国需要我。克莱恩的眼中满是挣扎。殿下，我不想成为您的累赘。你不是累赘，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和孩子的安全比任何战争都重要。他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殿下，如果你敢去战场，我就跟你一起去。反正我们是精神契约，你死了我也活不了。克莱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紧紧抱住我，声音哽咽。殿下，对不起，我不该胡思乱想。朝堂的局势越来越紧张。爱丽丝拉拢了3位军方将领和5位贵族，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而我因为要照顾克莱恩，无法全身心投入政治斗争。那天，克莱恩看着我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不行，我摇头，你现在需要人照顾。可是您这样下去会失去一切的。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殿下，我不想成为您的绊脚石。克莱恩，权力可以再争取，但你和孩子只有一个。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感动。殿下，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我摸了摸他的头，傻瓜，我们是伴侣，不需要报答，你只要好好养胎就行。克莱恩点了点头，但眼中的愧疚却更深了。那天晚上，他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殿下，我可以为您做点什么吗？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我不想什么都不做，只会躺在床上。我想了想，那你帮我分析一下朝堂的局势吧。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开始帮我处理政务。虽然身体虚弱，但他的头脑依然清晰。很多棘手的问题，在他的分析下都找到了解决方案。殿下，爱丽丝拉拢的那3位将领其实都有把柄。克莱恩指着光脑上的资料，只要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心中涌起一股温暖。克莱恩，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克莱恩的孕期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激素的影响，他的精神力经常失控，需要我频繁地为他梳理。殿下，我又要麻烦你了。每次他都会这样说，语气中满是愧疚。不麻烦，我每次都会这样回答，但克莱恩还是很自责。殿下，我是不是很没用？那天晚上他又一次问我，我现在什么都做不好，还要您每天为我梳理精神力。克莱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握住他的手，你在帮我处理政务，还在孕育我们的孩子，这些都很了不起。可是克莱恩的眼眶红了。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您。殿下，您会不会有一天厌烦我？不会，我认真地说。克莱恩，我永远不会厌烦你。真的吗？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不安。真的。我俯下身吻了吻他的额头。克莱恩，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克莱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紧紧抱住我，声音哽咽。殿下，我好怕有一天您不要我了。傻瓜，我怎么会不要你啊？我轻轻拍着他的背。克莱恩，你是我的命定伴侣，我们的精神已经融合了，就算我想不要你，也做不到。克莱恩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夜，我一直抱着他，直到他哭累了睡着，看着他睡梦中还紧紧抓着我衣角的手，我的心揪得生疼。克莱恩，你怎么会觉得我不要你呢？你是我的全部啊！宫宴那天，爱丽丝又开始作妖了。她当众说，听说克莱恩元帅最近精神力很不稳定，姐姐，您一个人照顾他，一定很辛苦吧？还好，我淡淡的说，不如让我帮忙吧。爱丽丝笑着说，我也学过精神力梳理，可以帮姐姐分担一些。我的眼神一冷，不必了。姐姐，您这是不相信我吗？爱丽丝一脸委屈，我只是想帮忙而已。爱丽丝，克莱恩的精神海只有我能梳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爱丽丝的脸色有些难看，但她很快又恢复了笑容。宴会进行到一半，侍女端来了酒，我刚要喝，克莱恩突然抓住我的手，殿下，别喝。怎么了？这酒有问题。我闻到了一种奇怪的味道，我立刻放下酒杯，命人去检查。果然，酒里被下了一种慢性毒药，查出是谁下的毒。我怒道。很快，侍女招供了，是爱丽丝指使的。姐姐，您误会了。爱丽丝惊慌地说，我没有下毒，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我冷笑。就在这时，爱丽丝突然冲过来，一把推开克莱恩，将毒酒泼向我。克莱恩反应极快，他不顾身孕挡在我面前，毒酒全部泼在了他身上。克莱恩，我惊叫出声。克莱恩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捂着肚子痛苦地跪倒在地。殿下，孩子。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立刻抱起他冲向医疗室。克莱恩，撑住！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医疗室里，军医们正在全力抢救。我站在门外，双手紧紧握成拳，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殿下，您别担心，克莱恩元帅吉人自有天相。我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医疗室的门。不知过了多久，门终于开了。怎么样？我冲上去。公主殿下，克莱恩元帅和孩子都保住了，但他的身体很虚弱，需要长期卧床休养。我松了一口气，冲进医疗室。克莱恩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如纸。殿下，他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我时，眼中闪过一丝愧疚。对不起，我又让您担心了。傻瓜，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因为我不能让您受伤。殿下，我和孩子，您只能选一个的话，请选孩子。闭嘴！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克莱恩，你给我听好了，你和孩子我都要，谁都不能少。克莱恩愣住了，他看着我，眼泪慢慢滑落下来。殿下，谢谢您没有放弃我。我俯下身，紧紧抱住他。傻瓜，我怎么会放弃你？那一夜，我守在克莱恩床边，一刻也不敢离开。克莱恩睡得很不安稳，经常会惊醒，然后焦急地寻找我的身影。殿下，您还在吗？我在。殿下，您不会离开我吧？不会。每次我都会握住他的手，用精神力安抚他，克莱恩才会重新闭上眼睛，但手却一直紧紧抓着我。克莱恩在床上躺了整整1个月，这1个月里，他变得更加依赖我。殿下，您今天要去处理政务吗？每天早上他都会这样问。但我很快就回来。那您能不能早点回来？克莱恩小心翼翼地说。我一个人有点害怕。我的心一软，好，我尽快回来。但即使我只离开1个小时，克莱恩也会通过精神链接频繁地呼唤我。殿下，您在哪里？您还记得我吗？您会不会不回来了？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事，赶回宫中。克莱恩看到我回来，眼睛会立刻亮起来，他会变成兽态，趴在床上，用毛茸茸的大头蹭我的手。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殿下，您回来了。带着浓浓的依赖，我好想您。我也想你。我坐到床边，摸着他的头。银狼舒服地眯起眼睛，尾巴轻轻摇晃着。他突然问：殿下，我是不是很烦？不会，可是我总是缠着您，不让您离开。克莱恩的声音有些自责，我知道您很忙，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认真地说，克莱恩，你不烦，我喜欢你缠着我。真的吗？真的。我俯下身，在他毛茸茸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克莱恩，你想缠我多久都可以。银狼的尾巴摇得更欢了。爱丽丝因为下毒的事被女皇软禁了，但她背后的洛厄斯却逍遥法外。殿下，我查到了一些线索。那天，克莱恩虚弱地坐在床上，将光脑递给我。洛厄斯和虫族有联系。什么？我震惊地看着资料，他一直在暗中资助虫族，目的是让帝国陷入战争，然后趁机夺权。爱丽丝只是他的棋子。这个混蛋！我怒道。殿下，我们必须尽快揭露他，否则帝国会有大麻烦。可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我有办法，但需要冒险。什么办法？我可以假装投靠洛厄斯，获取他的信任，然后拿到证据。不行，克莱恩，你现在怀着孕，不能冒险。殿下，这是唯一的办法。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我不想眼睁睁看着帝国被毁掉。可是，殿下，相信我，我会保护好自己和孩子的。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最终叹了口气。好，但你必须答应我，一旦有危险，就立刻撤退。我答应您。
接下来的日子里，克莱恩开始暗中接触洛厄斯，他假装对我不满，想要投靠洛厄斯。洛厄斯很快就上钩了。克莱恩元帅，听说你和长公主的关系不太好，他只把我当成生育工具，我受够了。那不如加入我们，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我要什么？自由，还有尊严。克莱恩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头。好，我加入。克莱恩成功潜入了洛厄斯的组织，他每天都会通过精神链接向我汇报情况。殿下，洛厄斯今天带我去见了虫族的使者。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计划在3天后发动总攻，目标是帝都。克莱恩的声音凝重。殿下，我们必须尽快行动。我知道了。我沉思片刻。克莱恩，你拿到证据了吗？还没有，但快了。洛厄斯说明天会带我去他的秘密基地，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证据。克莱恩，你一定要小心。我担忧地说。我会的，殿下。克莱恩的声音温柔。您放心，我答应过您，会保护好自己和孩子。第二天，克莱恩跟着洛厄斯去了秘密基地。那里果然藏着大量证据，洛厄斯与虫族勾结的通讯记录、资金往来，甚至还有他计划刺杀女皇的详细方案。克莱恩偷偷将这些证据复制下来，准备离开。但就在这时，洛厄斯突然出现在他身后。克莱恩元帅，你在做什么？洛厄斯的声音冰冷。克莱恩的心一沉，但表面上依然镇定。我只是在熟悉环境。是吗？洛厄斯冷笑。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克莱恩知道瞒不住了，他立刻启动了紧急传送装置。但洛厄斯的速度更快，他一把抓住克莱恩，将他摔在地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卧底？洛厄斯狞笑着。克莱恩，你太天真了。克莱恩捂着肚子，表情痛苦。洛厄斯，你敢动我，莉莉娅不会放过你的。莉莉娅，洛厄斯嗤笑。等我杀了你，她就是下一个。说完，他抬起手，准备给克莱恩致命一击。就在这时，一道银色的光芒闪过，我驾驶着机甲冲了进来，一剑斩断了洛厄斯的手臂。克莱恩，我冲过去抱住他。克莱恩虚弱地靠在我怀里。殿下，您怎么来了？我感觉到你有危险，我紧紧抱住他。克莱恩，你没事吧？我没事，但孩子……克莱恩的脸色更加苍白。殿下，我好像要生了。克莱恩，撑住！我抱着他冲出秘密基地。洛厄斯在身后追赶，但我驾驶的机甲速度更快。克莱恩蜷缩在我怀里，脸色苍白的吓人。殿下，我撑不住了。他的声音虚弱。孩子要出来了，马上就到医疗舰了。我呼唤医疗队，准备接生。10分钟后，我们冲进医疗舰，军医们立刻将克莱恩推进产房。殿下，您不能进去。军医拦住我，我必须进去。我推开他，克莱恩需要我的精神力。产房里，克莱恩痛苦地蜷缩着身体，他变成了半兽态，银色的狼耳从发间冒出，它的尾巴无意识地摆动着。殿下，他看到我，眼中闪过一丝安心。您来了，我在这里。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我陪着你。分娩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克莱恩痛得几乎昏厥，但他咬着牙一声都没喊。克莱恩，你可以喊出来。我心疼地说。不能。克莱恩虚弱地摇头。我怕吓到您。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傻瓜。终于，婴儿的啼哭声响起，是个雌性幼崽。军医惊喜地说。克莱恩听到这话，终于松了口气，然后昏了过去。克莱恩昏迷了整整3天，我守在他床边，一刻也不敢离开。幼崽被放在恒温箱里，粉嫩嫩的一小团，有着和克莱恩一样的银色头发。殿下，您该休息了。我不累，我要等他醒来。第3天傍晚，克莱恩终于睁开了眼睛。殿下，他虚弱地叫我。克莱恩，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你终于醒了。孩子还好吗？克莱恩焦急地问。很好，是个健康的雌性幼崽。你想看看他吗？克莱恩点了点头。我将幼崽抱过来，放在他怀里。克莱恩小心翼翼地看着怀中的小生命，眼眶慢慢红了。殿下，我们有孩子了。他的声音哽咽。是啊，我们有孩子了。我俯下身，吻了吻他的额头。克莱恩抱着孩子，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殿下，谢谢您没有嫌弃我。我这么没用，生孩子还要您担心，我真的很对不起您。傻瓜，你哪里没用了？我擦去他的泪水。克莱恩，你为我生下了这么可爱的孩子，你是最棒的。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感动。殿下，我可以一直留在您身边吗？我保证会很乖，不会给您添麻烦。克莱恩，你本来就是我的伴侣，你哪里都不用去，就留在我身边。克莱恩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颤抖。殿下，我爱你，我也爱你。克莱恩拿到的证据被公之于众，洛厄斯与虫族勾结的事实震惊了整个帝国，但洛厄斯早已逃离帝都，躲到了虫族的巢穴中。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殿下，洛厄斯一定会报复。我知道，我握住他的手，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好好养伤。可是，没有可是。克莱恩，你刚生完孩子，身体还很虚弱，其他的事交给我处理。克莱恩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愧疚。殿下，我又成了您的累赘。你不是累赘。我俯下身，认真地看着他。克莱恩，你是我的伴侣，是我孩子的父亲，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克莱恩的眼眶红了，他变成兽态，小心翼翼地把头搭在我腿上。殿下，我真的很没用，您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多，可我什么都做不了。傻瓜，我摸着他的头，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克莱恩，你为我生下了孩子，还帮我拿到了洛厄斯的证据。银狼的尾巴轻轻摇了摇，在我手心蹭了蹭。殿下，我可以一直这样陪着您吗？当然可以。那一夜，克莱恩变成兽态，守在我和幼崽身边。他趴在床边，银色的眸子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生怕有任何危险靠近。我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温暖。克莱恩，谢谢你一直守护着我们。就在我们以为可以暂时安稳时，洛厄斯发动了反击。他勾结虫族，对帝都发起了突然袭击，无数虫族从天而降，整个帝都陷入混乱。所有人撤离，我下令疏散民众。克莱恩挣扎着要起床，殿下，我要和您一起战斗。不行，我按住他，你的身体还没恢复，不能战斗。可是殿下，您一个人太危险了，我不能让您独自面对危险。克莱恩，听话，我握住他的手。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克莱恩愣住了，他看着恒温箱里熟睡的幼崽，眼中闪过挣扎。相信我，我会平安回来的。我俯下身，吻了吻他的额头。克莱恩，等我回来。说完，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克莱恩压抑的哭声，我的心揪得生疼，但我不能回头。现在，我必须保护我的帝国。战场上，虫族的数量远超预期。我驾驶着机甲与虫族展开激战，但虫族太多了，我渐渐支撑不住。就在这时，一道银色的光芒闪过，克莱恩变成巨大的银狼，冲进了战场。克莱恩，你怎么来了？我惊呼。殿下，我不能让您独自战斗，我们是伴侣，应该并肩作战。可是孩子，我把他托付给拉丽丝。殿下，现在让我保护您。银色的巨狼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利爪撕裂一只只虫族，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精神力在急速消耗。克莱恩，你撑不住了，快撤退！不，我不能丢下您。克莱恩的声音虚弱，但依然坚定。就在这时，洛厄斯出现了，他驾驶着巨型机甲，直接冲向克莱恩。克莱恩，小心！我惊呼。克莱恩反应不及，被洛厄斯一击打飞，他重重摔在地上，变回人形，嘴角溢出鲜血。克莱恩，我冲过去抱住他。殿下，对不起，我又拖累您了。别说傻话，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洛厄斯狞笑着走过来，莉莉娅，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我护住克莱恩，准备拼死一战。就在这时，克莱恩突然推开我，变成兽态挡在我面前。殿下，快走！他的声音虚弱。我来拖住他。不，我不会丢下你。殿下，求您。克莱恩的眼中满是恳求。我不想您死，求您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孩子。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撕裂。克莱恩，就在这时，援军赶到了。女皇亲自率领皇家卫队将洛厄斯包围。洛厄斯，你的末日到了！女皇怒喝。洛厄斯被俘后，虫族群龙无首，很快就被击退。但克莱恩的伤势很重，他躺在医疗舱里，脸色苍白如纸。殿下，他虚弱地睁开眼睛。我们赢了吗？赢了。我握住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克莱恩，我们赢了。那就好。克莱恩露出一个虚弱的笑容。殿下，我是不是又让您担心了？傻瓜！我俯下身，紧紧抱住他。克莱恩，你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因为我不想失去您。殿下，您是我的全部。如果失去您，我活着也没有意义。我的眼泪掉在他脸上。克莱恩，你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这么拼命了。我答应您。克莱恩握住我的手。殿下，只要您不离开我，我答应您任何事。接下来的日子里，克莱恩在医疗舱里躺了整整1个月。这1个月里，他变得更加依赖我。殿下，您今天会来看我吗？会的，我马上就来。那您能多待一会儿吗？我一个人很孤单。好，我会一直陪着你。每次我去看他，克莱恩都会变成兽态，趴在床上，用毛茸茸的大头蹭我的手。殿下，摸摸我好吗？我笑着摸他的头，银狼舒服地眯起眼睛，尾巴摇得飞快。殿下，我是不是很烦？不会，可是我总是缠着您，不让您离开。殿下，我知道您很忙，但我就是离不开您。克莱恩，我喜欢你缠着我。银狼的尾巴摇得更欢了。克莱恩出院后，我们回到了宫中。幼崽已经2个月大了，粉嫩嫩的一小团，非常可爱。克莱恩第一次抱着女儿，手都在颤抖。殿下，她好小，我怕弄疼她。不会的，你抱得很好。克莱恩看着怀中的幼崽，眼中满是温柔。殿下，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完美的家。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样的人也能拥有家庭。傻瓜，你值得拥有这一切。
我握住他的手。从那天起，克莱恩变成了一个超级奶爸，他每天都守在幼崽身边，给他喂奶、换尿布、哄他睡觉。殿下，您看，他笑了。克莱恩激动地说：“是啊，他很喜欢你。”真的吗？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殿下，我是个好父亲吗？你是最好的父亲，我认真地说。克莱恩听到这话，眼眶红了，他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用毛茸茸的大头蹭着我的手。殿下，我真的很幸福。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带着浓浓的满足。我从来没想过我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克莱恩，以后我们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的。但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洛厄斯虽然被俘，但他的余党还在暗中活动，他们计划劫狱，救出洛厄斯。殿下，我查到了一些线索。克莱恩将光脑递给我。洛厄斯的余党计划在3天后劫狱，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我沉思片刻，克莱恩，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可以假装投靠他们，然后……不行，我立刻打断他。克莱恩，你才刚恢复，不能再冒险了。可是殿下，没有可是。我认真地说，克莱恩，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克莱恩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感动。殿下，那让我用其他方式帮您吧。他说，我可以分析他们的行动路线，制定作战计划。好，3天后，洛厄斯的余党果然发动了劫狱行动，但我们早有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洛厄斯看到计划失败，彻底绝望了。莉莉娅，你赢了。他冷笑，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虫族不会放过你的。那就让他们来。我冷冷地说，我会保护好我的帝国。洛厄斯被押走后，整个帝国终于恢复了平静。女皇召见我，难得温和地说，莉莉娅，你做得很好。多谢母皇夸奖，你和克莱恩的感情也很好。女皇笑着说，我很欣慰。母皇，莉莉娅，我老了。女皇叹了口气，帝国需要新的领导者。我决定将皇位传给你。我愣住了。母皇，你不必推辞。女皇说，你有能力，也有威望，而且克莱恩是个很好的伴侣，他会辅佐你的。我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头，是母皇，我会好好治理帝国的。回到宫中，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克莱恩。克莱恩听后愣了很久。殿下，您要成为女皇了？他小心翼翼地问。是的，那我……克莱恩低下头。我配得上做您的皇夫吗？克莱恩，你在说什么傻话？我握住他的手，你是我的命定伴侣，当然配得上。可是我只是个雄性。克莱恩的声音很轻。我什么都做不了，只会拖累您。克莱恩，你听着。我捧起他的脸，认真地说，你不是拖累，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没有你，我不会走到今天。克莱恩的眼眶红了。殿下，克莱恩，你愿意做我的皇夫吗？克莱恩愣了一下，随即用力点头，我愿意，殿下，我愿意。他突然跪下，握住我的手，声音颤抖，殿下，我一定会做个好皇夫的，我会很乖，不会给您添麻烦，求您不要嫌弃我。我的心一疼，扶起他，傻瓜，我怎么会嫌弃你？克莱恩紧紧抱住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殿下，谢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克莱恩每天都很忙碌，要学习皇夫礼仪，还要处理政务。他经常会这样问我，殿下，我这样做对吗？很好，你做得很好。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殿下，我不想给您丢脸。克莱恩，你永远不会给我丢脸。我认真地说，但宫中还是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个雄性做皇夫，真是笑话。听说他还生过孩子，真是丢脸。这些话传到克莱恩耳中，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殿下，我是不是不该做皇夫？那天晚上，克莱恩突然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外面都在说我配不上您。克莱恩低着头说，我是靠生孩子上位的，说我给您丢脸了。我的怒火瞬间燃起，是谁说的？殿下，别生气。克莱恩握住我的手，他们说的也许是对的，我确实配不上您。我捧起他的脸，认真地说，克莱恩，你听着，你是我选择的伴侣，是我孩子的父亲，是我未来的皇夫。那些说闲话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第二天，我就下令严惩那些散布谣言的人。谁敢说克莱恩的坏话就是在挑衅未来的女皇？克莱恩知道后，眼眶红了，他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用毛茸茸的大头蹭着我的手。殿下，谢谢您一直保护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感动。傻瓜啊，我们是伴侣，不需要报答。我摸着他的头，银狼的尾巴摇得飞快。登基大典的前一天，爱丽丝突然来找我，她跪在地上，眼中满是悔恨。姐姐，对不起，我做了那么多错事。爱丽丝哽咽道，我知道我罪孽深重，但想请求您给我赎罪的机会。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爱丽丝，我可以原谅你，但你必须用余生来赎罪。爱丽丝用力点头，我愿意，姐姐，我愿意做任何事。我说，那你就去边境守护帝国的疆土，用行动证明你的悔改。是，姐姐。爱丽丝离开后，克莱恩走了进来。
克莱恩走了进来，有些不解地问：“殿下，您真的原谅他了？”爱丽丝虽然做了很多错事，但她也是被洛斯利用的。我叹了口气，而且她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保护了我们的孩子。克莱恩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头：“殿下说的对。”我问他：“克莱恩，你不生气吗？毕竟爱丽丝差点害死你。”克莱恩握住我的手说：“我不生气，殿下，您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温暖。克莱恩，谢谢你一直支持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克莱恩认真地说：“殿下，我是您的伴侣，支持您是我的责任。”那天晚上，克莱恩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殿下，明天您就要登基了。”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带着一丝紧张。我会不会做错什么？不会的。我摸着他的头，克莱恩，你只要站在我身边就好。可是我怕给您丢脸。克莱恩，你永远不会给我丢脸。我俯下身，在他毛茸茸的额头上落下一吻。你是我的骄傲。银狼的尾巴摇得飞快，眼中满是感动。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整个帝都张灯结彩，民众们欢呼雀跃。我穿着华丽的女皇礼服站在高台上，克莱恩穿着黑色的皇服礼服站在我身后。他看起来有些紧张，手微微颤抖着。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克莱恩看到我的眼神，紧张的情绪稍微缓解了一些。莉莉亚·塞西利亚，你愿意承担女皇的责任吗？我愿意。我的声音坚定。那么我宣布，莉莉亚·塞西利亚正式成为女皇。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转身看向克莱恩。克莱恩，你愿意成为我的皇夫，与我共同守护帝国吗？克莱恩愣了一下，随即单膝跪地。殿下，不，陛下。他的声音颤抖。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守护您和这个帝国。我扶起他，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克莱恩，从今往后我们并肩而行。克莱恩的眼眶红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陛下，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典礼结束后，我们回到宫中。克莱恩突然跪在我面前。陛下，我有话要说。什么话？我知道我配不上您。克莱恩低着头，我只是个普通的雄性，还生过孩子，我给您丢脸了。克莱恩，你在说什么傻话？我扶起他。可是外面的人都在说。我不在乎外面的人怎么说。克莱恩，你是我选择的伴侣，是我的皇夫，你永远不会给我丢脸。克莱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陛下，叫我莉莉亚。克莱恩，在私下里你不必那么拘谨。可是，没有可是。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你是我的伴侣，不是我的臣子。克莱恩看着我，眼中满是感动。莉莉亚，我可以抱抱您吗？当然可以。克莱恩紧紧抱住我。莉莉亚，谢谢您一直没有放弃我。成为女皇后，我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第一条就是保障雄性的权利。从今日起，帝国将保障所有雄性的基本权利。雄性不再是雌性的附属品，而是独立的个体。任何雌性不得虐待、遗弃自己的伴侣。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陛下，雄性本就应该服从雌性，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规矩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你们不愿意遵守新法，可以离开帝国。朝堂上一片寂静。克莱恩站在我身后，眼中满是感动。他跪在我面前，眼眶通红。陛下，不，莉莉亚，谢谢您为我们雄性做的一切。我扶起他。克莱恩，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克莱恩担忧地说，可是您会因此得罪很多贵族。我握住他的手。克莱恩，我要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无论雌性还是雄性都应该被尊重。克莱恩眼中满是崇拜。莉莉亚，我真的很幸运能成为您的伴侣。他的声音颤抖。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雌性。我认真地说，克莱恩，你也是我见过最好的雄性。那天晚上，克莱恩变成兽态，趴在我腿边。他把毛茸茸的大脑袋搭在我膝盖上，尾巴轻轻扫过地面。精神链接传来他的声音：莉莉亚，我可以一直陪在您身边吗？他不安地问，我怕有一天您会觉得我不够好。我摸着他的头说，克莱恩，你已经够好了，而且我们已经有了精神契约，你想离开也离开不了。克莱恩的尾巴摇了摇，我不想离开。莉莉亚，我生生世世都想陪在您身边。我的心一暖，俯下身，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我对他说，好，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银狼发出满足的呜咽声，尾巴摇得飞快。旁白，越来越多的雄性开始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发声。旁白，而那些虐待伴侣的雌性贵族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克莱恩将数据递给我，陛下，民众们都很支持您的改革，您的支持率高达98%，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笑着说，不，这都是您的功劳。克莱恩认真地说，莉莉亚，如果不是您，我们雄性永远不会有今天。就在这时，边境传来紧急军报，虫族母皇亲自降临，准备对帝都发起最后的总攻。所有人准备迎战。我立刻下令。克莱恩握住我的手，莉莉亚，让我和您并肩作战。可是孩子，我已经安排好了。克莱恩说，
莉莉娅，我们是伴侣，应该一起面对危险。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最终点头。好，我们一起。战场上，虫族母皇的体型巨大，几乎遮天蔽日。他发出刺耳的尖叫，无数虫族从他体内涌出。所有机甲军团准备攻击，我下令。克莱恩变成巨大的云狼，冲在最前面。他的战斗力惊人，利爪所过之处，虫族纷纷倒下。但虫族母皇太强大了，他的精神攻击让所有人都痛苦不堪。莉莉娅，我们必须联手。克莱恩通过精神链接喊道：“好！”我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与克莱恩的精神海完全融合。那一刻，我们的精神力化为实质的光剑，直刺虫族母皇的核心。虫族母皇发出凄厉的惨叫，庞大的身躯开始崩溃。成功了！有人欢呼。但就在这时，虫族母皇临死反扑，一道能量波直冲我而来。莉莉娅，小心！克莱恩冲过来，用身体挡住了那道攻击。克莱恩，我惊叫出声。克莱恩重重摔在地上，变回人形，胸口有一个巨大的伤口，鲜血不断涌出。克莱恩，撑住！我冲过去抱住他，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莉莉娅，别哭，我终于保护了您，你这个傻瓜！我将自己的生命精神力毫无保留地输送给他。克莱恩，你不能死，我们还要一起看着孩子长大。克莱恩的伤口在我的精神力作用下开始缓慢愈合。莉莉娅，您会耗尽生命的。我不管，克莱恩，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的伤势终于稳定下来，而我因为精神力消耗过度，昏倒在他怀里。克莱恩紧紧抱着我，眼泪滑落下来。莉莉娅，谢谢您，又救了我一次。虫族母皇死亡后，虫族大军彻底溃散，帝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5年后，我坐在长椅上批阅奏章，身边趴着一只巨大的云狼。克莱恩变成兽态，把毛茸茸的大脑袋搭在我腿上。莉莉娅，你已经工作3个小时了，该休息了。再等一会儿，这份奏章很重要。云狼不满地哼了一声，尾巴扫过我的手腕。莉莉娅，您答应过我，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的。好，我马上就批完。我笑着说。就在这时，一个粉嫩嫩的小身影跑了过来。母皇，父皇，那是我们的女儿，5岁的小公主艾拉。艾拉，慢点跑。我放下奏章，张开双臂。小公主扑进我怀里，然后又爬到银狼背上，抓着克莱恩的耳朵。父皇，带我飞。克莱恩站起身，驮着女儿在花园里奔跑。小公主咯咯地笑着，银铃般的笑声在花园里回荡。我看着这一幕，心中涌起一股温暖。5年前，我还在为生存而挣扎。5年后，我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克莱恩驮着女儿跑了一圈后，变回人形，将艾拉放下。去找你弟弟玩吧，他温柔地说。好。小公主蹦蹦跳跳地跑开了。克莱恩走到我身边坐下，自然地将头靠在我肩上。莉莉娅，累吗？不累。我握住她的手，有你在，我永远不会累。克莱恩转过头看着我，眼中满是温柔。莉莉娅，这5年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我从来没想过，我这样的人也能拥有家庭，拥有孩子，拥有您。傻瓜。我捧起他的脸。克莱恩，你值得拥有这一切。可是我……克莱恩低下头，我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您。您是伟大的女皇，而我只是……你是我的伴侣，是我孩子的父亲，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打断他，克莱恩，在我心里，你比任何人都重要。克莱恩的眼眶红了，他突然变成兽态，把毛茸茸的大脑袋埋进我怀里。莉莉娅，我爱您。他的声音从精神链接中传来，我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都爱你。我也爱你，克莱恩。我抱着他，在他毛茸茸的额头上落下一吻。银狼的尾巴轻轻摇晃着，发出满足的呜咽声。远处，2个孩子在花园里追逐嬉戏，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美好。这个曾经让我想要逃离的世界，如今成了我最真实的家园。而那个曾经高冷孤傲的狼族将军，如今变成了我怀里撒娇的大狗狗。我看着怀中的克莱恩，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幸福。谢谢你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爱。银狼抬起头，用湿漉漉的鼻子蹭了蹭我的脸。莉莉娅，您在想什么？我在想，能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克莱恩的眼睛亮了起来，尾巴摇得飞快。是您救赎了我，给了我新的生命，那我们就互相救赎吧。我笑着说。好。那天傍晚，我们一家4口坐在花园里看日落。克莱恩变成兽态，让2个孩子骑在背上。我坐在他身边，手指穿过他柔软的银色毛发。父皇，你的毛好软。艾拉开心地说。那是当然，父皇每天都要梳理3次毛发呢。为什么要梳理3次？小儿子好奇地问。因为要让母皇摸起来舒服啊。克莱恩理所当然地说。这个曾经在战场上杀敌无数的将军，如今最大的心愿竟然是让我摸起来舒服。我这是什么？克莱恩转过头看着我，银色的眸子里满是期待。真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大狗狗。克莱恩的尾巴摇得更欢了。莉莉娅，那您会一直喜欢我这只大狗狗吗？会的。
我认真的说，生生世世都喜欢。克莱恩发出满足的呜咽声，尾巴几乎要摇成螺旋桨。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我们身上。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看着身边的克莱恩，还有2个可爱的孩子，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克莱恩变回人形，将我拥入怀中。莉莉娅，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傻瓜，这是我们的家。我抱紧他。克莱恩，从今往后，我们永远在一起。那一夜，星空璀璨，我和克莱恩坐在阳台上，看着满天繁星。莉莉娅，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记得，那时候你被关在地下室，对我充满了恨意。是啊，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那现在呢？现在，克莱恩握住我的手，现在的我只想一辈子守护您。我看着他，心中涌起一股温暖。克莱恩，我也会一辈子守护你。克莱恩的眼眶红了，他紧紧抱住我。莉莉娅，我爱您，我也爱你。星光下，我们相拥而眠。这个故事从地狱开始，却与天堂结束。而我和克莱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有彼此在，就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是彼此的救赎，也是彼此的归宿。